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菊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很想照顾他，他经历了身体和经济的双重打击，是我带他走出了阴影。我很感谢他那些年对我的照顾，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他觉得我一直没挣到钱，我也有我的苦衷。他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对我实话实说，我不能一直当他的提款机。离婚后我也努力在挣钱，希望能够弥补他吧。我不敢再相信了，我很纠结，到底该怎么选择？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江先生57岁，来自四川，网约车司机；女嘉宾殷女士48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您和对面这位女士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朋友关系。现在是朋友关系。曾经是什么关系？曾经是夫妻嘛。今天来是想跟她复婚。对，想跟他复婚吗？就是很纠结。认识的时间好像也不长，是吧？对。20年认识的是吧？对。认识多久跟他结的婚呢？认识了1年，我们就结婚了。什么时候离异的呢？23年。离婚之后两个人分开生活呢，还是还在一起生活？分开了一小段时间，现在又在一起。当初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就是他在结婚之前对我是非常好，但是结完婚以后呢，发现他就是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好。他是不善言辞的一个人。当时呢，我也是可能是也比较欣赏他这种内敛的性格。但是婚后的话，他就是说他想做什么，他就没有人去可以改变他的思想。独断专行。对，就是很固执的一个性格。固执。后来这个离异之后分开了一小段时间，为什么又在一起住了呢？因为他后来他又回来找我，我就是考虑到之前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断崖式的一个事业上的一个挫败，然后再加上身体上也有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他也是当时是鼓励我照顾我。我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又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这两个人虽然只有这个5年的这个情感交集啊，但是这个听起来这5年好像还发生了很多的事儿。然后从年龄上面我们来推，应该算是半路夫妻，就是再婚夫妻，对吧？对，算是再婚夫妻是吧？是。您现在的职业是网约车司机，是的，资料上面写的。是的。在干网约车司机之前，您是做什么的？以前是做一点小工程嘛。口袋里有点钱吗？荷包里？以前有，现在没有了。这个以前指的是2020年以前，对，还是2020年以前嘛？也就是跟他认识之前还是有点钱的。是的。婚后还有钱吗？没有。在第一段婚姻当中，你们都有孩子吗？都有孩子。有。多大了您的？我的孩子现在已经30岁了。30岁了，成家了吗？还没有。男孩女孩？女孩。您的孩子呢？我的孩子19岁，是个儿子，现在读大学。还在读大学。对。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注意您用了一个词，在2020年的时候，是吧？对。你的事业碰到了断崖式的下滑，恰恰碰到了他，加上身体上面有一些问题。对。这段话我怎么理解？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之前是跟我前夫一直在北京
打拼。嗯但是就说我跟他，因为也没有住在一起，就相当于是我自己也是独立在北京，去打拼，就是一直是做销售嘛。做销售呢，我离完婚以后，我的工作也比较稳定，所以说我离完婚还是一直待在北京发展。那您在北京待了多少年？待了11年。后来呢，就说工作上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呢，就是我的身体出现状况了，就是我后来就是得了那个类风湿嘛。就这样呢，我就在北京呢接触了一个健康行业。当时我是想我的身体有问题，我接触这个健康行业呢，既可以就说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也可以就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当初的初心是这样，但是呢，从事这个健康行业以后呢，就最后就是赔了，就是把我积蓄的话所剩无多了，赔的。听明白了。等于身体也垮了。对。存款也没了。对。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他了。对。那个时候您是个什么状况？那个时候在开网约车吗？那个时候没有，就在家里闲着吧，我就知道。是怎么开上网约车的呀？结了婚之后吧，当时他给我商量吧，他就给我说这个开网约车怎么赚钱吧。我如果能开网约车的话，我一样的可以办我的事，我还能挣钱。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就是开网约车可以当个兼职。对。网约车也可以挣钱，还不耽误我做其他的买卖，我还可以该谈事儿谈事儿。对。等于一个人2个身份，一个身份可能就是工地小老板，另一个身份就是拉乘客的网约车司机。是这样吧？这个网约车的车是您自己的车还是又新买的？他出钱给我租的车。然后这钱怎么分配呢？这我理解就是相当于是一股东啊，出资股东啊。我只留生活费嘛，全。这就相当于您找了一个先生，是吧？又给自己在先生身上投资，变成了一个家庭的稳定收入来源，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吧。哎呀，这个小买卖做得很好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回四川生活了，相当于是吧？就不在北京待了。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然后又自己投资失败以后，然后我就回到成都。回到成都呢，是通过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我跟他2个人就是认识的。明白了。怎么样啊，这员工？所以说这也是他的就是好的一方面。他好的一方面确实也是就是说挺打动我的这一点。挣钱上交。对。然后就是刚才说的，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要做的事儿他也不给我商量，因为有好几次都是他自己，比如说别人跟他就是讲的一些项目要投资的。然后他刚开始他会跟我说，然后我就通过分析，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我就跟他说了他就不吱声儿，他也不会说反对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自己背地里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做了。赔没赔钱？有些赔了钱，有些是后来我补救了以后没赔钱。那赔的这些钱，赔的是他过去的那些老底儿呢，还是赔的他开网约车司机挣的钱？赔的有的是我资助他的，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就是没有任何积蓄的。然后我还剩了一点点，就是也不多，我就把我所剩的，就是也都拿出来去支持他的工作。后来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积蓄也都花完了以后，我还曾经就是网贷过钱去支持他的这个他要想做的这个事业。明白了。您是公司的出资股东，他是公司的执行股东。可以这样理解。钱都是您出，事儿都是他来干。对。结果你发现这个执行股东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按照您的想法来。对。结果这公司出现了经营的亏损。对。就因为这个，2个人离了婚。对。谁提出的离婚？我。后来很短一段时间他又去找您，是吧？对。说我们和好吧。什么打动了你，让你又回去了呢？其实我还是验了他之前就是刚认识的时候对我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一个鼓励跟支持。这一点就是说可能让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还是觉得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比较善良的。那问比较现实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住在一起之后，经济上面怎么宅的？
还是合在一起了？只要他挣了钱，他都是交给我。那您做什么呢？我现在就是可能做一些兼职方面的嘛，没有就是那种全职，但是我一直在做兼职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说白了，你们现在生活的主要经济支柱是这位先生，对，是吧？对。现在他开网约车挣的这些钱，够你们生活的吗？够生活了。对。所以您现在是不是希望说，你就开个网约车就得了，啥事儿都别干了？对，我就是想稳定下来。好，您是还想做其他的事儿是吗？是。就心还没死？肯定没死吧，我亏了那么多钱，我还想东山再起？对。赔了多少钱呀？前前后后吧，几百万是有的。就是咱不要这个钱，咱稳定的跟他生活行吗？其实也可以，但是我这个机会是有的。就挣钱的机会是有。那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啊，您看啊，您挣的钱都得上交给他对吧？我是说复婚之后啊，挣的钱就得上交给他。那夫妻是共同财产，您每投一笔钱，他都要去做主，这不就限制了你的自由吗？那你为什么非要复这个婚呢？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再来让他坐拥天下呀。因为就是说复婚呢，就是说对两个人之间嘛，就是相互更信任吧。听明白了，起个这个作用。不复婚的话，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他比我大9岁。怕你跑了。他是这样说。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已经住在一起，其实不复婚也没有关系的。反正我是你的人，我要那个证干什么，是吧？对，我是这样想的。好，那现在住的房子是谁的房子？住的是我的房子。那您在成都有房子吗？我没有，他说的他的房子也是申请了廉租房。过去的房子呢？卖了？还债去了，卖了还债去了。生活也是挺不易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财产，是吧？对。现在犹豫不复婚，是吧？对。那有那个证不是更加保护你们吗？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个时候就是说，确实，您指的对您好是生活照顾有加，还是言听计从？是生活上，就是那个时候我身体就是我的这个病最严重的时候，他生活上照顾我。第二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就是说，那么多年在外面的一些，苦还有累啊什么的，我跟他说，他都能理解。他很理解我，就是这一点，可能我就觉得这个理解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也觉得很难遇到这种。那就复了吧，这最重要啊。但是就是他后来婚后的话，他的变化又那么大，不听劝的那种。就是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他也不会听的，他就是自己想做，他就必须要做。你愿意跟他这个清贫或者叫清苦一辈子吗？愿意。确定吗？确定。那就复婚吧，反正折腾最后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就是清苦嘛，是吧？但是就是说清苦也不能生活都不能保证呀。你折腾他那种折腾的话，可能最后就是折腾到生活都没有保证，可能不行。就是他要去做各种无法承受后果的投资，是吧？对，就是这个。能改吗？这个肯定能改。肯定改不了。刚才还说呢，我马上我就东山再起了。这个是不投资的嘛？这个是我们以前嘛，就是一直跟着这个项目，不需要我投钱嘛。懂了。您觉得这事儿靠谱？对，就是这事儿他能做吗？因为我都没接触，他不让我。以前是我跟着他一块儿去，然后我会跟他意见不合，所以说现在他去谈他的事情，他也不让我。咱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比如说咱约法3章，哪些东西是可投，哪些东西是不可投的，对外这部分就交给他，您就踏踏实实过您那平静的日子，这行不行？他做事不计后果，这一点很可怕。您怕未来连这廉租屋都没得住？对，这个是这个男人让你觉得不踏实。对，就是到时候生活都已经没有保障了。那我就明白了。
嗯。咋办？这么说吧，这个项目做完了，挣钱了，还做买卖吗？做完了，假如是做完了，肯定就我什么也不想做了。这是最后一单。最后一单。这个买卖有掏钱的风险吗？不掏钱，只是搭人、搭时间、搭资源。因为我前期已经花了时间、花了钱了。明白了，这可能是您最后一个收获的项目。对。做完这个项目就不做了。我先付出了嘛。啊。对。这行吗？但是我还是对他说的话，就是不敢相信，因为他这种类似的话已经说了 N 多次了。所以您现在叫两头站着，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不离开你，我们没有这个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那么干了，我其实可以随时走掉。如果我要跟你有了这个，我要跟你共同承担一些风险，所以我不愿意复婚。关键现在这个是没有风险。你先别说有没有风险，你得听人家的想法，是还是不是？怎么说呢？其实是也没什么。是，但是确实也是，就是说，如果是复了婚的话，可能他就是更肆无忌惮嘛，做事情。没有复婚的话，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克制一点。所以您要用您不跟他复婚，或者不嫁给他，作为一个压箱绳儿，压着他，是吧？对。行，想法都可以理解。听起来好像很现实，但是婚姻嘛，不就是烟火嘛？对。除了爱之外，喜欢之外，可能到了这个岁数，都有一些自己的目的和想法。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现场探讨一个问题，说中年人再婚啊，是钱重要还是情重要？这个问题我想听听您的答案，是钱重要还是情重要？就是感情呢，就是说还是要有，因为感情是基础嘛，两个人才可能就是说选择在一起。但是钱也非常重要。好。因为我们也是经历了就是最困苦的时间，就是没钱最困苦的时候，知道钱的重要性，所以说没钱肯定是不行，因为要生活必须要有钱。那这里面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呢？相信老师们会看到很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当年你们两个人同病相怜走到了一起，我认为这样的再婚是很完美的。这个男人是真心爱你，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很重要，所以他才会现在孜孜以求的渴望复婚。但是他心中的阴影，就是你在为了东山再起而东山再起的那种可怕。脚踏实地真的很重要，有梦想也很重要。脚踏实地，就像你现在开网约车，两个人过得辛苦一点，但是日子其乐融融也没有问题。你再要投资，他也会支持。关键是有商有量。真的要走进复婚，我还是建议，等你这个所谓的工程，你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把它扫尾了，我们再进场，再进婚姻的场。谢谢。谢谢包红兄。文老师，再婚夫妻，如果你们俩不同心，你永远都是两家人，你过不成一家人的。我也建议你暂时先不要复婚，因为人是这个样子啊，你要吃一堑长一智，你不能说你前面摔过跟头了，然后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还是一样的已知条件，你再去趟一趟，那我觉得你的命运可能就是原地打转。
人生的每一条路，你摔的每个跟头都不可惜，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总结自己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做好。如果你还想跟他过的话，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们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你们一起要达到的那个彼岸。你不要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因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不被认可，所以他才会仓皇，他会慌张，他会急于求成的证明自己。但是我觉得目前看来，你先跟他把钱谈好，把未来的生活规划谈好，就是你们再婚之后的这些东西，全部的丑话要讲在前面，这样你才能建立起你的安全感。说完了。谢谢王老师。徐总，女生问你个问题啊，现在你们的关系是朋友还是恋人？属于恋人吧。在恋人的关系当中，如果他就是出去做那个项目，结果赔钱了，您是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还是离他而去？离开。坚决的离开。对。好，大哥，哎呀，50有7了，是不是？对的。我们有过梦想，对吧？但这个时间节点，这种经济状态，尤其是现在爱人的态度很明确，不接受你过多的去实现你的梦想的行为。我给您个建议啊，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现在不住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关系，从恋人退回到朋友关系，去实现你的梦，去追求你的梦想，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人拦着你。但如果你要和他在一起，人家说的非常清楚，承受不了带来的风险。坦白说，这次如果你要是奔着爱情去，这次的投资行为一定不要做。做了有2个结果吧，一个是成功了，一个是不成功。不成功，他马上就会离开你；成功了，你继续会说：“哎呀，这次我成功了，我一定下次还会成功。”所以你的冒险行为是不可能停止的，所以他迟早还是会离开你的，对吗？这就是生活给到你的一个选题，不能全要，只能选一个。就这样，想清楚2位。谢谢曲总。米大老师，为啥一定要结婚呢？跟法妻都过不到头。有了孩子，共同的孩子，共同的房子，都不能够使您决意要对一个女人，我就是无限忍让，无限付出，对吧？因为跟法妻我们在经济上有一些分歧，性格上或者各种原因会导致我们哪怕有共同的孩子、共同的房子，我们都要分。那么这个女人跟你有什么呢？有共同的什么？共同的孩子没有，连共同的健康可能都没有。大家年纪一天比一天大，并且她身体也不好。眼下必须要拿这一个证，对你来讲的好处是什么呢？您自己想。然后对于您来讲，您所有的这一些顾虑都会发生的。他早年的时候是怎么积累的财富，又是怎么样散掉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依然还是会一样。您跟他其实是一类人，你们都是还有挺多的梦想的人，愿意挣扎一下，愿意搏一把。但是您可能迫于身体的原因，他是迫于年纪和机遇的原因，两个人在此刻容错率已经不大了。那么就不要赌，结婚是一场豪赌。对于您来讲的话，我觉得您赌赢了叫风险，赌输了叫荡然无存。所以这个婚不结也罢，好好恋爱吧。谢谢米达老师啊。哎呀，人性啊，经不住考验。人本性贪婪那一部分就像一个巨兽一样，吞噬着每一个人。当那个欲望被放出来的时候，是最可怕的时候。其实您心里面的欲望已经被放出来了，这个欲望无外乎于是那一套廉租屋，是一个好像可以看得见又抓得着的未来。所以您的欲望在这儿，对您来说，东山再起就是最大的欲望。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连这个欲望你们都克制不了，任由那个怪兽到处乱闯的话，我也是觉得这个婚不赴也罢，开开心心的谈恋爱。什么时候你们关注了心里的那个欲望了，什么时候你们再说结婚的事儿。文琪儿老师实际给你们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复不复婚不重要，先把复婚之后的财务规划谈清楚，看看这段爱情
还要不要继续？那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坚持我的赌最后一把吧。其实我还是希望你以后多听一下别人的意见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鹰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来吧，博宏兄。我认为两个人会双出，喜欢对方毫无疑问，尤其是男生有一颗孤独的心，但是他怕孤独啊。他可刚才还说了啊，我还要最后赌一把。对，这一把呀。但是这一把的前提是恋爱过程当中，他赌输了是他自己的。来，文老师。男出女不出。哎，我跟文老师想法一样，因为他就最后来一把这事儿，我觉得女生可能彻底失望了。倪娜老师。双不出。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都提醒了，我说把那个欲望的笼子扎一扎吧，把欲望关起来吧。其实你看，你这件事儿跟他说的最讨厌你和第一次跟你离婚的理由是一模一样的。他认定的总是不听别人的劝，你发现了吗？你那段话应该是说的一段情话，最后你说了一句特别伤他心的话。你说那我还是再赌一把吧。这赌一把我理解就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买卖上我要赌一把。第二种含义，对于跟你再婚我还要再赌一把。您还有什么话跟他说吗？我还是爱他的。对，你爱他，你首先是尊重他呀。你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说我现在不想嫁给你，你应该是那我们就接着恋爱。什么时候你看到了我的变化，我愿意娶你。我已经之前给他说了吧，我这个不需要投资了。那是您的事儿。所以如果您还爱他，如果您是真爱他，投不投资是您个人的选择，多去尊重他很重要，好吗？谢谢，加油，请回，请回。就这大哥走那一瞬间，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就跳在脑海里了。我说，你说未来这想复合的、想复婚的，还有人敢上咱这舞台吗？人家会说，没上你们这舞台之前，好歹我还在恋爱着，怎么上了这舞台，我恋人都跑了呢？大概爱情保卫战在做一件事情吧。就是我们跟大家共同探讨什么是真爱，因为其实真爱是无敌的，我们保卫的就是那个理想当中无妄不摧、无坚不破的那个东西，大概它就是可以跨越一切年龄、身份、语言、种族那一切的爱情吧。